2亿3400万年前，盘古大陆的心脏地带，一头背上长满骨板的巨兽正踩在一块被太阳晒了上千万年的红色岩石上。它的4条腿又短又粗，像4根打进地里的木桩。它身上的甲片一层压一层，硬的能崩掉牙齿。这块土地，它的家族已经做了几千万年。就在这一刻，天上掉下第一滴水，水砸在滚烫的石头上，嗤的一声冒起一缕白烟。第2滴，第3滴，然后是整片天空直接塌了下来。那头巨兽抬起头，眯着眼睛，甚至舒服地哼了一声。在这片干道开裂的荒原上，下雨等于天上掉肉。可他不知道，这不是一场雨，这是一段整整200万年的动荡。等到天再放晴，横行盘古大陆的顶级霸主已经成批变成泥里的化石，而爬出来接管地表的是一群当时只有土狗大小，靠2条后腿蹦跶的小家伙。躲得更深的是另一群缩在洞里发抖的小兽，它们后来变成了哺乳动物，也变成了你。没有一声爆炸，没有一颗陨石，没有天崩地裂的那一瞬间，改写地球权力版图的居然只是一场雨，一场慢得让人察觉不到，却把所有生物都按在地上重新称重的雨。地质学家给这段时间起了个名字，叫卡尼奇洪基事件。2亿3000多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场雨能一刀砍掉整个旧世界，又亲手替恐龙推开称霸地球的第一道门？更要命的是，为什么它逼着我们的祖先长出了毛，点燃了体温？你可能会听到一个让你头皮发麻的真相：你身上的毛，你恒定的体温，你妈妈给你的第一口奶，全都是那场雨开出来的账单。要讲清楚这件事，得先把镜头往回拉，看看雨来之前这颗星球长什么样。那时候没有7大洲，所有陆地挤成一整块，叫盘古大陆，从北边一路连到南边，中间连一条像样的海峡都没有。这个体量带来一个恐怖的副作用，海风带着水汽往内陆吹，走不到一半，水就已经掉光了。等风摸到大陆中央，只剩下滚烫的干气。所以那时候的盘古大陆中间是一大片红色的死地，放眼望去，是砂岩，是尘土，是一条条干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河床。偶尔来一场暴雨，河床灌满水，几天之后又蒸得一干二净。谁能在这种地方称王？不是恐龙，绝对不是恐龙。当时坐在食物链顶端的是恐龙的远房亲戚，一群叫尾鳄类的主龙。你可以粗暴地理解成鳄鱼那一只的老祖宗，但它们的形态比今天的鳄鱼夸张100倍，有吃肉的，有吃素的，有6-7米长，一口能咬断腿骨的巨型猎手，也有一身骨板，像坦克那样贴着地面挪动的食草装甲车，还有一群叫2齿兽的家伙，长着2根獠牙，体型像牛，成群结队在荒原上啃植物。他们才是当时的主流。如果把那个年代拍成纪录片，海报正中央站着的一定是他们。恐龙呢？恐龙在角落里，真的在角落里。早期恐龙大多只有1-2米长，身板单薄，靠2条后腿跑，脑袋不大，牙也不算吓人。在整个陆地脊椎动物的名单里，它们占的比例低到可以直接忽略。至于我们的祖先，那批犬齿兽类，就更不用提了。这个家族在更早的2叠纪风光过，出过狼一样的猎手，可经历过一次大灭绝之后，他们越活越小，越活越边缘。到了3叠纪中期，大多已经缩到老鼠那么大，晚上出来啃虫子，白天躲在石缝里。所以那时候的真实画面不是恐龙统治地球，而是尾鳄类占满了所有好位置，恐龙和我们的祖先一起蹲在墙角吃剩饭。这个格局稳定了很久很久，稳定到所有人都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规则。直到几万公里之外的海底开始裂开一道缝。这个世界最阴险的地方在于，杀死你的东西往往在你完全看不到的地方悄悄启动。
当盘古大陆中央那群装甲霸主还在为一块阴凉地互相威胁的时候，几万公里外的大洋底下，地壳已经被顶开了。今天的地质学家把那片东西叫兰格利亚大火成岩省，它的残骸现在贴在北美洲西岸，从阿拉斯加一路铺到不列颠哥伦比亚。你去看那些山，一层一层黑色的玄武岩堆着，像千层饼。那不是普通的山，那是当年从地幔里涌出来的岩浆，冷掉之后留下的尸体。规模有多大？保守估计几百万立方公里。什么概念？把整座日本从海里挖出来扔进去，连个响都听不见。这场喷发也不是一次性的，它断断续续前后折腾了上百万年。真正要命的其实不是岩浆本身，岩浆再烫也只能烧掉它爬过的那点地方。要命的是它爬过的路上埋着什么？海底的沉积层里压着几亿年攒下来的有机碳，还有大量碳酸盐。岩浆一插进去，等于把一个塞满煤和石灰的仓库点着了。二氧化碳、甲烷、二氧化硫一股脑冲上天，地球的大气成分在地质学的一眨眼之间被改写。接下来就是标准的连锁反应，温室气体锁住热量，全球升温保守估计3到7度，有些海域甚至更高。海面温度一涨，蒸发量就跟着暴涨，空气里的水汽含量一路飙到历史高位。而盘古大陆那个巨无霸的体型，本来就在制造全球最强的季风系统。夏天陆地滚烫，把海风往里抽；冬天陆地变冷，又把气吐回海上。现在你把这台风扇的功率调高好几倍，再给它塞满水汽，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一件在那之前盘古大陆中央从来没见识过的事，要下雨了，要下一场几百万年都停不下来的雨。第一场雨砸下来的时候，地面是干的，是烫的，是裂开的。雨点落上去，先被弹起来，然后被蒸掉。可雨没停，1个小时、1天、1个月。裂缝先被填满，然后是洼地，然后是整片平原。红色的沙土泡开，变成暗褐色的浆。曾经的季节性河床重新灌满水，而且再也没干过。这场雨的规模不是你在城市里见过的那种暴雨，它是被超级季风顶上来的水汽，在整块大陆的上空反复卸货，潮湿带一路推进到大陆最深处。那些几千万年没见过一滴水的沙漠中心，开始长出苔藓，长出蕨类，长出一片一片的沼泽。你翻开今天欧洲、北美和中国的3叠纪地层，会看到一件特别直观的事。原本是红色砂岩，一层干燥的沉积，突然中间夹进来一段灰黑色的含大量泥沙和有机质的岩层，上下一对比，像有人在一本红皮书里硬塞了几十页黑纸。那几十页黑纸就是这200万年。同时被改写的还有海洋碳酸盐台地大面积崩溃，造礁生物成批消失，海水在酸化，浅海在缺氧，地球从上到下，从陆地到海底，被同一只手掀了个底朝天。大自然没有恶意，它只是启动了一次冷酷的清算。它不看你以前有多风光，它只问一个问题：换了规则，你还活不活得下去？这场考试最狠的地方在于，没有考场外，没有一块地方可以躲。你不能装死，不能求情，不能靠运气，你要么改，要么烂在泥里。旧霸主是第一批交卷的，他们交的是白卷。先说那群一身骨甲的家伙，他们叫间隙类，是当年最成功的食草装甲车。4条腿又粗又短，肚子几乎贴着地面走，背上和体侧扣着一层一层骨板，接口严丝合缝。在干硬的荒原上，这套配置叫稳如泰山，重心低，撞不翻。装甲后，任何猎手咬上去都是崩牙。他们靠这套装备舒舒服服吃了几千万年。可现在地面变了，地面变成了半米深的泥浆，低底盘在硬地上较稳，在泥地里叫托底。
肚皮直接坐在泥上，4条短腿悬在中间，蹬不出任何推进力。更绝望的是，那身甲骨板的缝里灌满水和泥，一层一层往上堆，原本几十公斤的护甲泡成几百公斤的死亡马甲。他每往前挪一步，都要把一条腿从吸力极强的烂泥里拔出来。啵的一声，泥浆翻涌，然后另一条腿又陷得更深。他越挣扎，身体越往下沉，到最后，那台曾经横冲直撞的陆地坦克半个身子被泥吞掉。他只能仰起头，对着那片一直在漏水的天发出一声接一声的低吼。四周没有敌人，杀他的是他自己的装备。你看清楚这个逻辑，在这片泥沼里，你的吨位越大，你死得越早，你的甲越厚，你沉得越快。旧世界的王牌在新世界变成绑在脚上的秤砣。同一时间，饭碗也被砸了，贴着地面长的低矮蕨类和木贼，根泡在积水里，开始发黑腐烂，整片地塌下去，化成一滩滩发臭的绿汤。2尺兽群成了食草难民，他们本来靠强壮的喙啃硬草根续命，现在草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越长越高的树。他们抬起头够不着，他们低下头只有臭泥。于是他们在雨里一群一群的饿死，泥水面上飘满肿胀发白的尸体，皮肤泡到半透明，散出一股钻鼻子的腐味，偶尔有1、2只还在挣扎。4条腿在泥面上无力地画，他们眼前就是食物，是几十米外那片新长起来的绿。可那几十米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涯海角，海里也没好到哪儿去。陆地上冲下来的泥沙数以亿吨计，顺着河一路灌进近岸浅海，清澈的海水变成一锅浑汤，阳光被挡在外面，海底一片漆黑。有机质在水里分解，把溶解氧吃得干干净净。靠滤石过活的古老珊瑚和海绵，连一口干净水都喝不到。造礁群落成片崩塌，海底的城市塌成废墟。给你一个定格镜头，一只奸细把最后一点力气用在抬头上，雨水顺着他背上那排骨板往下淌，一道一道，像在给他冲洗遗体。他头顶3米的位置，一片新长出来的叶子正在往上窜，他够不着，也不再需要够了。陆地上的装甲霸主和海洋里的老贵族，在同一段时间里被同一只手推进土里。这就是权力洗牌最不讲道理的地方。庞大的体型，为特定环境定制的顶级装备，在太平年代确实是称王的资本。可清算机器一开动，越极端的配置越难掉头。大自然从来不看你从前有多风光，它只看你这身皮能不能扛得住它刚刚改出来的新规则。就在旧霸主一个接一个陷进泥里的时候，有一双眼睛正躲在树后面看着这一切。那是恐龙，你得先记住恐龙当时有多不起眼。早期恐龙里的一些代表，比如始盗龙，体长大概1米，体重10几公斤，跟今天街边的流浪狗差不多。在一个到处是6米长巨鳄的年代，这种身板就是个笑话，随便一头成年尾鳄一脚踩下来，它就是一块肉饼。可恐龙身上有一个当时看起来非常鸡肋的设定，它的前肢很短，几乎没什么用，但后肢粗壮的离谱，肌肉附着面积巨大。更关键的是，恐龙的腿是直接长在身体正下方的，不像鳄类那样往两边撇开。这个结构逼着它必须靠2条腿走路，还得用一条长尾巴在后面配重。在干燥的旧世界里，这套配置有一堆毛病：重心高，跑起来容易被灌木绊倒，肚皮和体侧完全暴露，没有任何装甲遮挡。所以恐龙在雨来之前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有多卑微就有多被动。可当牌桌被掀翻，规则从沙漠里的对撞变成泥地里的跑酷，同一副牌价值直接掉了个个。那2条被嫌弃了几千万年的粗后腿，在这一刻变成了2根天然的高跷。你算一笔账就明白了。4足贴地的动物压在泥面上的是4只脚加上整个肚皮，受力面积巨大，陷进去就出不来。
恐龙只有2只脚着地，接触面积不到对手的一半，而且恐龙身上没有厚重的骨甲，体重本来就轻，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荒诞的画面。在别的动物连膝盖都拔不出来的深泥潭里，恐龙可以踩着2只脚，像点水一样在泥面上高速奔跑。整个盘古大陆突然多出了一种机动性碾压全场的生物，还不止跑得快，因为2条腿直立，恐龙的眼睛位置高出一大截。在能见度极差的暴雨天里，站得高就意味着看得远。它能提前绕开致命的泥沼，也能提前发现半死不活的猎物。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头几吨重的食草兽半个身子陷在泥里，因为缺氧和恐惧粗重的喘气，远处的泥面突然炸开，一片水花。一头2米出头的猎食恐龙，2条腿蹬着泥浆，像离弦的箭一样冲过来。它甚至不需要埋伏，它就在完全开阔的泥面上正面冲锋，冲到跟前，用短小但鲜利的前爪扣住猎物粗糙的厚皮，再用满口刀片一样的牙齿撕开喉咙。吃饱之后，它不恋战，它踩着那双高跷晃晃悠悠地在雨里走了，留下一群4条腿的动物在原地，连追都追不动，只能对着雨天狂吼。拿到机动性和视野之后，恐龙开始了一场滚雪球。伙食好了，营养跟上了，体型就往上涨。体型一长，后腿就更粗更长，腿更长，在泥地里的通过能力就更强，通过能力更强，抢到的食物就更多。这是一个没有解也没有尽头的正反馈，几万年几十万年，恐龙在这个循环里越滚越大。等到雨还在下，恐龙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长成了这颗星球上不能被忽视的力量。它们用一双沾满泥的后腿，一步一步踩过一个正在重新发牌的世界。说到这里，你可能以为主角就是恐龙，不是，真正的主角还趴在泥水里，那是我们的祖先，那批犬齿兽类。他们看完了恐龙翻身的全过程，同样是被旧霸主追杀了几千万年的墙角难民，同样是在垃圾堆里刨食吃的底层，凭什么恐龙一夜之间就上了桌，而他们连汤都喝不上？他们不是没试过，他们试过，然后被现实按在泥里反复摩擦。原因简单到令人无语，就4个字：腿太短了。犬齿兽类的4条腿虽然比蜥蜴挺拔，可依然很短，肚皮离地不高。在雨来之前，这套结构非常好用，钻石缝、挖洞，在低矮的灌木底下穿梭，灵活得很。可现在面前是能没过整个身体的烂泥，腿太短就变成了一道解不开的物理题。它一脚踩进去，半个身子就陷下去，每往前爬一下，那块没有任何装甲保护的肚皮就要在冰冷粘稠的泥里拖行一次。那不叫走路，那叫用整个身体离地，体力消耗大到离谱。他拼了老命爬出去10几米，就已经喘得像一台快烧穿的机器。更要命的是，污泥不断往鼻孔和耳朵里灌，连呼吸都成了问题。低底盘这件事，在旧世界是灵活，在新世界是把它钉死在原地。而在空旷的泥面上，一个动不了的小家伙是什么？是一个不会移动的靶子。恐龙这时候在干什么？恐龙踩着高跷，在泥面上跑得飞起。对他们来说，追杀一只在泥里挣扎的小兽，根本不需要费什么心思。那画面像是被人按了慢放键，恐龙轻松逼近，看着泥里那个小东西拼命扑腾。它甚至可以慢慢挑，慢慢玩。小兽偶尔急了，回头咬一口，恐龙只要一侧身，它就咬了满嘴的泥。现实就是这么冷，腿短，底盘低。在这片泥水里，你注定是被吃的那一方，饭碗也一样被端走。恐龙站得高，跑得快，早就把地面上能捡的动物残骸，能扒出来的植物根茎扫荡了一遍又一遍。而短腿的家伙视野只有巴掌大，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口粮被搬空。有时候他好不容易挖到一根还带点肉的骨头，还没来得及拖走，就被另一头冲过来的恐龙一脚踢飞。为什么？因为恐龙
因为这次的考题考的是新环境里的通过能力。恐龙交上去一份满分卷，而我们的祖先手里握着的偏偏是一张废卷，无数次冲出去，无数次被打回来，最后他们终于认命了。这个泥泞的新世界，地表上所有风光的位置都跟短腿没关系。退回洞口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泥面上有一个正在变小的背影，那是恐龙，是曾经跟他一起蹲墙角，一起被追杀，一起抢剩饭的难兄难弟。现在那个背影踩着泥浆，吃得满嘴流油，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而他连一口热汤都分不到，同一场雨，同一块地，同一个开局，凭什么？他没有答案，他只能拖着一身发臭的烂泥，一点一点退回那个阴冷潮湿的洞里。他以为退到这里就安全了，他不知道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开门。大雨下到第100万个年头的时候，整个盘古大陆已经不成样子了，到处是深浅不明的水泡，到处是冒着沼气的死亡泥潭。在这片新水乡里，一批本来快被时代淘汰的老怪物，反而迎来了他们的夕阳红，那就是巨型两栖类。这个家族比恐龙老得多，在更早的年代当过霸主，后来被干旱逼得节节败退。他们的皮肤必须保持湿润，一旦离水太久就会变成干湿，所以在干旱的旧世界里，他们只能缩在几个残存的水塘里熬日子，连上岸的胆量都没有。现在大自然把整块大陆改成了他们的专属泳池，有些种类体长能到4-5米，脑袋扁平宽大，一张嘴像一道深渊。他们的战术非常阴，整个身体潜在浑浊的泥水坑里，只露出2只没有感情的眼睛。等岸上的动物过来喝水，它们就像被压到极致的弹簧一样，从水底猛地弹出，一口咬住，往深处一拖，翻滚，直到你不动为止。对我们的祖先来说，这等于地狱又开了一扇门。平地上有踩着高跷的恐龙，水边有从底下弹出来的巨口，整块大陆变成了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屠宰场。当然，被逼疯的不止我们，同一片雨里，每一群生物都在被迫做手术。有的选择上天，当森林越长越高，树冠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住在树上的小型爬行动物遇到一个难题，想换一棵树就得先爬下来，可地面是死地，于是有些个体做出了一个疯狂的选择，直接从几十米高的树冠上跳出去，绝大多数都摔死了，成了泥里的点心。但少数个体身体侧面的皮肤稍微多一点，松一点，在半空里能多滑那么1-2秒，这1-2秒就是生死线，几万年几十万年，这道筛子一直在筛，到最后它们的前肢越来越长，尤其是第4根手指长得离谱，一路撑开身侧的皮膜，拉出一张巨大的翼。地球历史上第一批真正会飞的脊椎动物翼龙就这么被逼了出来。它不是天生的宠儿，它只是发现地上已经没有活路。有的选择下水，一部分早期恶行动物开始把身体拉长，4肢改造成桨，一头扎进新出现的水系里。海里也一样，早期鱼龙原本还带着4条划水的腿，形状笨拙，在这场变局里，它们把腿彻底改成鳍状的桨，脊柱重排，身体被拉成完美的流线型。最后长成什么样？长成你今天在海洋馆里看到的海豚那个样子，一个爬行动物硬生生把自己整成了鱼。有的选择躺平，有一只行动缓慢的爬行动物算了一笔账，跑不过，打不过，躲，没地方躲，那就不跑了。他们把本来护着内脏的肋骨一点一点压扁加宽，最后彼此长在一起，连成一整片硬壳，背上的皮肤同时角质化跟骨板融合。地球上第一副真正意义上的龟壳就这么出现了。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头和4条腿唰地缩进去，整只变成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同样是贝壳，间隙类的重甲把自己压死在泥里，早期龟类的壳却又轻又韧，反而能稳住重心。
同一件装备轻量级和重量级，结局一个天一个地，有的选择卖身。海底那些体型弱小、一直被排挤在角落的珊瑚，签下了一份地球史上最划算的合同。他们主动打开自己的细胞，请进来一种叫虫黄藻的单细胞海藻。珊瑚给它安全的住处和阳光位，虫黄藻用光合作用制造能量，直接把饭喂到房东嘴里。就是这份共生契约，让珊瑚在贫瘠的海水里也能开工。今天你在热带海域看到的那些五彩缤纷的珊瑚礁，追根溯源，就是那批在毒汤里签下卖身契的边缘户的后代。还有一场竞赛发生在所有人的头顶上，别忘了，植物也在这场雨里被逼疯了。地表全是积水，那些贴着地面长的矮草，根系整天泡在水里，发黑烂掉。想活下去，只剩一条路，往上涨。谁的躯干能长得比不断上涨的水面更高，谁就能多喘一口气。于是原始的裸子植物，也就是今天针叶林和松柏的祖先，开始了一场疯狂的标高比赛。10几米、几十米，一根根像绿色的标枪从泥沼里插向天空。这场比赛的结果直接改写了另外2拨人的命运。矮个子的食草动物抬起头，发现所有能吃的叶子都挂在几十米高的地方，那几十米是他们这辈子跨不过去的天堑。而对踩着高跷的恐龙来说，同一片森林却是大自然专门开的立体自助餐。他们只要把脖子和后腿再改长一点，就能够到那层原本谁也够不着的绿。于是恐龙里的一部分开始朝着素食巨兽的方向猛长。你看，同一片树林，对一批动物是墙，对另一批动物是梯子，还有的什么都不改。意大利多洛米蒂山区的三叠纪地层里出土过一批极其古老的琥珀，里面封着几只不到1毫米的螨虫。它们当年为了躲避地面上的积水，拼命往树上爬，结果被一滴从天而降的树枝兜头浇下，几秒钟就被封死在金黄色的液体里。你拿放大镜去看，会发现一件让你头皮发麻的事。那些2亿多年前的螨虫和今天躲在你床垫里的那些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它们不是停止了演化，它们是在那场200万年的极限考试里发现自己这套方案已经够用了。大自然翻遍抽屉，连一个更好的替代品都没找出来。上天的、下水的、躺平的、卖身的、装死的，每一条支线都是被逼出来的。而在所有这些支线的最边上，我们的祖先还在洞里发抖。他退到地下，以为躲开了牙齿，可他躲不开2样东西。第一样是水，这场超级大雨把整个区域的地下水位顶得极高。你把洞挖得再巧妙，只要位置低了一点点，冰冷的地下水就会顺着土层的缝隙灌进来。很多时候，它是在睡梦里被淹死的。4条腿在水下蹬着松软的泥土，怎么也爬不上去，连最后一口气都没吸到。第二样是冷，火山灰在高空铺开，遮住阳光，白天的热量存不住，一到夜里，气温就断崖式往下掉。刺骨的风裹着冰冷的雨，顺着洞口一路灌到底。而那时候的它浑身光溜溜，一根毛都没有。更要命的是，它当时基本还是个变温动物，体温跟着外界走，外面一冷，血流变慢，代谢停摆，四肢僵硬，最后心跳直接停在原地。每一个漫长的黑夜过去，洞里都要抬出一批老弱。母亲能做的只是眼睁睁看着怀里的幼崽一点点变硬变凉，她连难过的时间都没有。天亮之前，她还得爬出去找吃的。到这一步，这已经不是竞争了，这是单向的种族清除。摆在面前只有2条路，要么死，要么把自己这具用了几千万年的身体整个推倒重来。然后他选了第2条，这是地球生命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技术爆炸。既然外面的世界不给热量，那就自己造。听上去像童话，实际上是一场把整套生理系统拆开重装的大手术。第一个被推上手术台的是能量系统，
想在体内烧起一个炉子，就必须有燃料。以前那种几天吃一顿，晒着太阳慢慢消化的日子，直接作废。他被逼成了这颗星球上最贪的家伙。虫子、尸体上的碎肉、腐烂到发臭的骨渣，只要能塞进嘴，全都吞下去，而且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分解掉。心跳被迫加快，血压跟着往上顶。原本向两侧撇开的四肢，被一股力量强行收拢到身体正下方，让它跑动时更省力，也让胸腔能更充分地扩张。呼吸频率翻了好几倍，氧气源源不断地送进去，和食物里的能量在细胞的线粒体里疯狂燃烧。就在这套机制持续运转之下，奇迹出现了，他的身体开始能够稳定地向外散发热量。外面下多大的雨，泥里有多冷，都不再决定他的体温。他把自己的核心温度强行锁在一个固定的数值上，恒温系统就在这样一个又冷又黑的泥洞里被点着了。可问题马上就来了，光有炉子没用。在这种阴冷潮湿的环境里，你辛辛苦苦烧出来的热会顺着光溜溜的皮肤几分钟就散光，就像大冬天你烧开一壶水却忘了盖盖子。于是第二台手术开始了。在无数次基因的随机突变里，皮肤的表层细胞长出了一种细小但坚硬的角质结构，它们像针一样从毛囊里顶穿表皮冒出来。最开始只是零星几根，杂乱无章，可每一个含液都是一道筛子，谁的毛长得更密更保暖，谁就能活到天亮，就能把这套基因复制下去，一代又一代。很快，一层柔软、防水、能锁住热量的浓密毛发覆盖了整个身体。这层毛做了2件事，它把体温封在里面，它还让冰冷的雨水顺着毛尖滑落，根本碰不到皮肤。这就是大自然发给底层难民的终极保命装备。同一时期，还有第3台手术在暗中进行。既然白天的地表是恐龙和两栖巨怪的战场，那就把生活彻底搬到夜里。可黑夜里眼睛几乎报废，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分辨敌人和食物，就必须把别的感官点满。于是听觉系统被推到极限，原本用来连接颌骨的几块小骨头开始慢慢松动缩小，一路往耳朵的方向迁移。这条路走了几千万年才真正走完，可起点就在这段黑暗里。到最后，他能在暴雨的噪音里听见10几米外泥水下的一声轻响。嗅觉同时被放大，大脑里处理气味的部分像充气一样膨胀，占掉了前脑的一大块。他能靠空气里极其微弱的分子判断泥下埋的是一条肥虫，还是一具会引来大家伙的尸体。嘴边还长出了一排又粗又硬的触毛，那是最早的胡须，在漆黑的洞里替他摸清每一寸墙壁。你发现没有，恒温、毛发、夜行、听觉、嗅觉、触须，还有那个为了处理海量信息而不断变大的大脑，这些东西今天被写在每一本生物课本的哺乳动物特征那一栏里。它们不是天赋，它们是一群被逼到墙角的小兽，在200万年的冰冷黑夜里一次次拿命换来的。躲避才是他们的战略。这听起来一点都不英雄，可在那种毁天灭地的清算面前，躲避是有用的。他们不需要跟恐龙比谁跑得快，也不需要跟两栖巨怪比谁的牙更利，他们只需要在这个泥洞里比别人多喘一口气，在演化的账本上多喘一口气就是赢。就在地下这套系统悄悄成型的时候，地表上的恐龙也没闲着，他们撞上的是另一个死结。潮湿闷热的雨林里，大量植物疯长又疯烂，把空气里的氧气吃掉一大截。30几度的高温，接近饱和的湿度，稀薄的氧气，你拖着一具几吨重的身体，在这种环境里高速追杀，跑不了几百米，就会因为缺氧和过热直接倒下。恐龙给出的答案是一套呼吸黑科技，它们在肺的前后长出了一串中空的气囊，一路延伸进骨头里。气流不再是吸进去再原路呼出来，而是被这些气囊推着
朝一个方向单向流动，持续经过肺部的交换面，结果就是恐龙每一秒吸进的都是几乎不掺废气的新鲜空气，相当于在胸口装了一台永不熄火的增压引擎。附带的好处更狠，气囊遍布全身，随着奔跑不断扩张收缩，把体内因为剧烈运动积攒的热量无声无息地排到体外。别的动物跑2步就得张大嘴喘气散热，恐龙跑得越快，呼吸反而越顺，体温反而越稳。这套系统后来被它们的一个分支完整地继承了下去，那个分支叫鸟类。今天大雁能飞过喜马拉雅山脉，在氧气稀薄的高空毫不费力地扇动翅膀，靠的就是2亿多年前那场雨里被硬憋出来的这口气。终于源头熄火了，兰格利亚的岩浆库耗尽，喷发规模一路衰减，直到完全停止。制造温室气体的工厂关门了，而那些已经排进大气的气体，在200万年的暴雨冲刷和地球碳循环的缓慢回收之下，开始一点点消散。盘古大陆的天空第一次出现了裂缝，云层变薄，边缘裂开几道缝隙。那场下了整整200万年，好像永远不会停的超级暴雨，第一次停机了时，当第一缕阳光劈开厚重的雾霾，重新照在这片被折腾得面目全非的大地上，所有还活着的东西都愣住了。空气里那股永远拧得出水的潮气开始退去，无边无际的烂泥缓慢收缩，露出底下坚实的地面。雨停了，这场旷世大清算正式画上句号。盘古大陆再也回不到从前那片红色荒漠的样子了。光秃秃的黄沙已经被密密麻麻的植物根系和腐殖质改造成了能孕育生命的土壤，低矮的蕨类被几十米高的针叶林彻底取代。而比地貌变化更重要的是，权力结构被换了个底朝天。那群曾经不可一世的装甲霸主，连同他们那套底盘够低、吨位够大就一定能赢的信念，一起被埋进了淤泥深处，慢慢压成冰冷坚硬的化石。站在阳光下呼吸新鲜空气的，是通过了这场考试的新一代王者——恐龙。回想一下，雨来之前，它们只有土狗大小，夹着尾巴在石缝里过日子，而现在它们踩着那双在泥里练出来的后腿，张开嘴对着久违的太阳，发出了属于新世界的第一声咆哮。接下来的几千万年，是一场没有上限的膨胀，指使恐龙沿着腿越粗、脖子越长、够得越高的路一路狂奔，最后长出了迷惑龙、万龙那种几十吨重的超级巨兽，脖子像工地吊机一样伸进树冠里。它们成群走过大地，每一次落脚，几十米外的地面都在震。肉食恐龙跟着水涨船高，体型和杀伤效率一路突破上限。那些曾经在泥里横行的两栖巨怪，随着水面退去，只能灰溜溜地缩回越来越小的湖泊。旧时代的每一个赢家全被清出了名单。故事到这里看上去已经尘埃落定了，新王戴上了皇冠，恐龙帝国开张，一开就是1亿6000多万年。但你别忘了，脚底下在那片被森林阴影盖住、阳光照不进去的阴冷泥洞里，还有一群东西没死。它们还是很小，还是怕光，还是在恐龙的巨大阴影里偷偷摸摸地过日子。它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赢家，可它们身上已经装好了一整套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恒温的身体，保暖的毛发，在黑暗里也能工作的听觉和嗅觉。为了处理这些信息而不断变大的大脑，还有挖洞躲藏这件事本身，这些东西在恐龙统治的1亿多年里看起来毫无用处，甚至有点可怜。直到6600万年前的某一天，一颗直径10公里左右的小行星砸进了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冲击掀起的尘埃遮蔽天空，全球进入长达数年的黑暗与寒冷。这一次考题变了，变成了在没有阳光、没有稳定食物、气温骤降的世界里，你能撑多久？而这次交白卷的轮到恐龙了。庞大的身体需要海量的食物供应，可植物先死了一批，
那套曾经无敌的气囊引擎，在没有猎物可追的世界里，只是一台空转的机器。体型越大的物种，需要的地盘越大，繁殖越慢，翻身的机会越少，整个生态系统的容错率低到令人绝望。当年被他们踩在脚下的那批披甲霸主怎么倒的，他们就怎么倒了一遍。而那群披着毛、自带炉子、吃一点点就能活，本来就住在洞里的小家伙呢？他们不需要阳光，因为他们本来就习惯黑夜。他们不怕降温，因为他们随身带着热源。他们不需要大量食物，因为他们本来就小。他们还有现成的地洞，可以躲避冲击和严寒。你看明白了吗？让哺乳动物躲过白垩纪末那一击的，不是运气，是1亿6000多万年前那场雨在绝境里逼出来的那套本事。伏笔埋得太久，久到所有人都忘了，可它终究还是引爆了。当灰烬落定，是他们从洞里探出头，踩过铺满地表的巨大骸骨，正式接管了这颗星球。所以你今天回过头去看那场雨，会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它没有偏爱任何一方，它不是为了让恐龙称霸而精心策划的演出，它只是一次冷酷的、没有商量余地的极限测试。题目只有一句话：当所有的旧规则都被推翻，你愿意为活下去这3个字付出多离谱的代价？装甲霸主的答案是不改。他们相信自己那套用了几千万年的成功经验，结果他们连同那身引以为傲的重甲一起沉进了泥里。恐龙的答案是把身体推到极端，他们把2条后腿改成能在泥上跳舞的高跷，把肺部改成自带增压的气囊系统。他们赢下了那场跑步比赛，也赢下了1亿6000多万年的统治权。而我们的祖先答案是最难看的那一个，打不过就投降，抢不到就退守地下，见到阳光会死，那就把整个族群的命运交给那片无边无际的冰冷黑夜。这条路一点都不英雄，它写满了退让、忍耐和苟且。可就是在这条最窝囊的路上，在那个又冷又黑的泥洞里，发生了地球生命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觉醒。因为冷，所以硬生生从光溜溜的皮肤里逼出了第一层毛。因为要在接近冰点的夜里保持清醒，所以点燃了体内那台需要疯狂烧能量的恒温炉。因为完全看不见，所以把听觉和嗅觉改造成了生物雷达，也把大脑越撑越大。没有一样是天赋，每一样都是账单。大自然的规则从来只有一条，没有绝对的优点，也没有绝对的沸点。规则一改，同一件装备的价值会立刻调转。厚甲曾经是王座，后来是棺材板；短腿曾经是灵活，后来是死刑。而毛发和体温这2样在温暖的3叠纪几乎没用的东西，成了1亿多年后的通关底牌。所以别再问人类凭什么成为万物之灵。如果没有2亿3000多万年前那场从天上砸下来，下了整整200万年看不到尽头的大雨，如果没有我们那批卑微到尘埃里的祖先被逼到走投无路，在冰冷潮湿的泥洞里发着抖熬过无数个夜晚，如果没有他们在绝望里点燃的第一把生命之火，长出的第一根温暖的毛，今天就不会有你